这台车就是全新上汽奥迪 A5L Sportback， 一台来自于传统豪华品牌，但是又搭载了华为乾坤智驾的蓝牌轿跑。那这一组不寻常组合会带给我们怎样的惊喜呢？那作为一台智能油车，这台上汽奥迪 A5L Sportback， 它的核心肯定是在于它的油车的部分表现。所以呢，我们先从它的动态开始说起。先看动力层面，这台车搭载就是188加上7速的湿式双离合以及 Quattro 的智能4驱，这套组合听起来是不是非常的耳熟呢？但其实在它的机舱内部已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首先呢，它的188已经升级到最新的第5代 Evo 5，拥有着500巴的喷油压力，以及搭载了保时捷同款的 VTG 可变截面涡轮。那这就意味着什么呢？这台车拥有最大272匹的马力的同时呢，它又拥有更好的动力响应以及燃油经济性。其次，它新加入的48伏轻混系统也大有不同。那其他车型48伏轻混，它可能只是更换了一个更大的电瓶，启动电机更大了。但是奥迪这套 MHEV Plus 超级轻混系统呢，它在变速箱的后侧加入了一颗 P3 电机。那这就意味着这台车它拥有更高效的动力补偿和动能回收。那简单点来说呢，它的油耗会更低，毕竟它有的时候可以用纯电行驶。那另外呢，在低速或者高速情况下呢，它的电机都可以补偿一定的动力，让它动力变得更加顺畅、更加有力。最后呢，这套强大的动力总成输出的动力呢，会经由它7速湿式双离合变速箱以及 Quattro 智能4驱系统，被高效的分配到了4个车轮上。说完动力，我们再来看它的操控层面。那这台 A5L Sportback 它的底盘硬件为前双压臂和后5连杆，并且呢配备了新一代的 CDC 减震，而且它的前双压臂还采用了节油形式。在提升前轴刚性、增加车头循迹性的同时呢，也优化了整体的转向曲线，使中心区域的响应更加的精准、更加柔和。配合渐进式转向机带来了可变转向比，那这也使得这台 A5L Sportback 它在低速时的便利性和高速时的稳定性，整个转向手感会更加的出色。所以如果你在城市里开的时候呢，这台车的转向真的特别轻，看着非常轻松。但是，一旦速度起来之后呢，你不仅会发现它的转向手感变重了，整个车的响应也会变得更快一点，开起来有种特别贼的感觉。另外，这台车还搭载了新一代的 CDC 运动悬架系统，这就意味着它的整个悬架阻尼范围更大。所以说呢，它既能保证你日常行驶的一个舒适性，也能在你激烈驾驶的时候呢，提供更好的支撑性。那在市区行驶的时候呢，大家一般会把驾驶模式放在舒适，那这时候它的减震器的阻尼值呢，就会调得比较的柔和一点，会帮你去过滤掉那些比较细碎的震动。不过一旦你把驾驶模式调动态之后呢，整个减震器的阻尼值会变得更硬一些。这时候虽然你会感觉整个车里的细碎的震动更多了一些，但是在3入里面的时候，整个车的支撑性会变得更好，过弯的时候给你的信心会更足一点。总结一下，作为一台智能油车，这台 A5L Sportback 在油车的部分上绝对会让你感到惊艳。当然，作为奥迪的基数车型，光有驾驶乐趣其实是不够的，它还得给你带来不一样的情绪价值，对不对？那在这一点上，上汽奥迪给你做的其实会更进一步。这台奥迪 A5 在欧洲亮相的时候呢，几乎所有网友都在遗憾一个问题：为什么没有无框车门呢？没错 ，Sportback 车型的灵魂不就在于无框的车门、溜背的造型以及整个掀背的尾箱吗？然而，欧版车型缺失的灵魂，我们却在上汽奥迪给你找了回来。更难能可贵的是，为了保留欧版车型原汁原味的设计，这一次的 A5L 的 Air 十分的克制，轴距仅仅加长了22毫米，延续了德方设计师反复强调的0.59的黄金轴长比。至于这后排空间表现，我替大家感受一下，我身高1.78米，大家可以看一下腿部空间、头部空间，是不是完全够用了？你完全不会觉得你现在坐在一台轿跑的后排。在过去花更多钱买 A5 而非 A4 的用户呢，不就是为了 A5 这款车型那一个易获得的情绪价值吗？那在这次 A5L 上呢，上汽奥迪依然保留这一份视觉上的情绪价值。最后终于来到了智能油车中智能的部分。或许有人觉得华为和奥迪的合作非常简单，只是把华为的乾坤系统搬到了这台车上而已。但是想在一台油车上实现这一点，其实并不容易。首先呢，就是通讯架构基础
这一点说起来有点复杂，但是大家理解一下，就是如果你想要华为前通上车，这个信息量可想而知是非常巨大的。所以呢，你要提供信息交流的可能性以及大的带宽去处理这些信息，这是为什么传统油车和智能车绝缘的首要原因。而这台 A5L 呢，是基于奥迪最新的纵置智能化平台 PTC 打造的，并且呢配备了 E3 方 1.2 的电子架构，而且呢它的智能化模块都是配备了1000兆以太网，这也从根本上解决了通信问题。其次呢就是合作模式，让驾驶辅助输出指令去控制到燃油总成，这是很多油车实现智能化的第二重阻碍。而奥迪的做法则是使用智能电动车普遍选择的集成式预控制器架构，用一套 VNM 车辆运动管理系统实现了软硬件接耦，让华为专注于驾驶辅助算法研发，让奥迪专注于驾驶行为的控制。另外，奥迪还考虑到了智能化上车对于某些用户情绪价值的影响，例如为了不破坏整个造跑教程的流畅性奥迪和华为联手打造了车头两侧激光雷达方案，并没有放在车顶上。更重要的是，由于奥迪和华为呢已经打破了这层隔离，所以理论上来说呢，只要是基于这个平台上所有的奥迪车型，以后都可以实现华为上车。那在试过这台 A5L Sportback 之后呢，你会发现上汽奥迪真的非常深刻理解感性与理性相结合的产品定义外观兼顾了美观与实用，驾控兼顾了精准与轻巧，它的动力呢又兼顾了爆发与经济，而它的智驾兼顾了方便和安全。那最终呢，呈现出了这一台兼顾传统乐趣和顶尖技术的智能油车。